怎么还没醒？关我什么事儿？这千金太虚了，不会死吧？不然上头不好交代。放心吧。这是哪里？头好痛，我传输了。传输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刚才说话的人又是谁？和我有仇吗？我是被抓过来的吗？怎么还有一个人？真可怜，长得这么好看，居然看不见。喂，公子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关在这儿吗？不知道。又冷又硬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差的馒头，居然是死面做的。死面？死面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会说死面？又来！难得在这碰到这样的美人，那傻子居然喝醉了，这下便宜小爷我一个人了。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；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。原来小小的蝼蚁也能伤人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跟着我跑啊！什么？抱歉，忘了你看不见。我牵着你，你跟着我跑，拼一把，我们还能活。好多人，你躲在这里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你没听到动静了就往前面跑，记住，笔直跑。为何不让我去引开他们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被抓住可惜了。再说你都看不见，引什么？引火烧身吗？我只记得我叫乔莹，还一些乱七八糟的词语，其他我都想不起来。如果你出去了，碰到有人在找漂亮聪明的姑娘，告诉他我的下落。起风。怎么回事？灯怎么全黑了？快点灯！乌漆麻黑的！哎呦，谁撞了我的头？好近，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？我们出来了！出来了。你看得见？看不见。那你感觉得见。快点灯！谁撞了我的头？快点灯！谁撞了我的头？有鬼！有鬼！他还能撑多久？已经逃出来了，现在丢了我这个累赘，活命的机会不是更大吗？还不知道要走多久呢，吃点东西填填肚子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沈青雨。青鱼，很好听的名字。你刚才说你能感觉得见是什么意思？感觉是感觉，见就是见。是不是像全息投影一样？全息投影是什么？哎，我好像也不知道，我不记得过去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家人。对了，你被抓到这里，家人会担心吧？我没有家人。啊，前面有镇子，我们快走。我们不要吓到别人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好软。谁这么大晚上来敲门啊？鬼啊！我们是人，我们是兄妹。路上遇到劫匪逃了出来，迷了路。我兄长只是生了病变成这样，他不是坏人。大郎，有客人来了吗？这姑娘不像寻常人家，这少年得了病还瞎了，看着也不像恶人。要不，我们帮帮吧。
二位能否收留我们一晚？不用不用，就是住一晚而已。您这太贵重了，又不是报酬，这是我给嫂嫂的见面礼。那好吧，你们进来吧，别嫌弃。我身上的饰品应该还能换些钱。那个，条件有限，如果你介意的话。我不介意。你对我很好奇吗？你时常会盯着我看，不像厌恶，也不是恐惧，你的目光很奇怪。因为你好看。好看的东西本就该让人多看几眼，就像山顶的云，眼角的月，难道看他们需要这种理由吗？杀个人罢了，就做起了噩梦。本还以为是个胆大的。原来这家的男主人是铁匠，那力道可不是寻常铁匠能做到的。他什么时候起来的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得出去买点东西，你不要一个人乱走。好。穷苦人家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一点粗茶，还请公子莫怪。公子是不喜欢粗茶吗？她是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，如果你们动了她，我会让你们尸首分离。这个人不简单。我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去休息吗？不用，我还撑得住。这是我买的绿豆糕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喜欢。那就好，这里叫凤凰镇，很多年前锻造兵器的名声就远扬了，镇上的铁匠很多。王大哥带我去典当了些首饰换钱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帮了我不少。我找到镇子里的木匠，等了好久才做好这根盲杖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不需要这东西，但去了陌生的地方，有个工具更好吧？杖身我让工匠磨了3遍，就怕硌着你的手。这里面还有钱袋，里面放了碎银子，还有银票、干粮。你要丢下我吗？啊？你就好像要遗弃小猫小狗的主人，在他们面前放上一碗温粮，然后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萍水相逢，一起逃出来也算是缘分。但天下无不散宴席，我总不能一直赖在你身边。我打听好了，不远处就是官道，官道上时常有行商经过，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钱，拜托他们送你回家。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家呢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？就今天吧，不好意思一直打扰这家人。好，那便今日启程。来，快点来！你又在盯着我看了，居然又被你发现了。因为我好看。对，因为你好看。姑娘，岔路口到了。你皮肤这么好，晒坏了可惜。这把伞给你遮阳。好。沈公子，一路平安，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
凤凰镇。乔姑娘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又走回来了。我们凤凰镇的路本就错综复杂，姑娘肯定是一时走错了路。可不是嘛，别说外地人了，本地人稍不注意也会走错。天快黑了，不如再来我们家留宿一晚，明日我亲自送你出镇子。镇子上有客栈，我不好打扰你们。乔姑娘便跟我们回去吧，可别再走错路了。那位公子并不是姑娘的兄长吧？沈公子是我的朋友，说是兄妹是怕你们会多想，抱歉。在外谨慎些是好的。那位公子呢？我们俩要去的地方不同。哼，原来如此。姑娘，走不动了吗？乔姑娘走了这么久，肯定累了。大郎，不如你背姑娘吧。不，这与理不合，我没有那么娇滴滴，你们尽管带路便是。我们这儿到了晚上会有野兽，以前大虫差点把孩子叼走，得走快点了。好。就快到了。你不是说这姑娘很好蛊惑，她怎么差点逃出去了？这不是及时拦住了吗？难得等来一具好身体，差点让她跑了。我们的孩子想要长大，还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想做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们都很喜欢你。这几十年来，我和三娘都在想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模样。看到你，我们心里都有了答案。不如与我们成为一家人吧。你们早就盯上我了，故意告诉我在岔路口下车，走向那条小道，其实是骗我回来。你确实很敏锐，我们在赌你会不会孤身一人走回来。那位公子没有同你一起回来，是好事儿。孩子，你很快就有一具身体了。大郎，动手！真是废物！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乖乖和我们回去不好吗？滚！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竟说出如此粗鲁的话。那瞎子不在，现在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我好像听到有人提起了我。沈青瑜，乔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郎！你似乎忘了我之前与你说过的话。不，求你饶过我，我也不想害人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有苦衷，与我何干？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当真是可怜的昌谷。这世间很危险，是吗？你才与我分离一会儿，便把自己伤得如此悲惨。是，多可怜呀！你如此弱小，能撑到现在已是不易。往后的路，若再没人护着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我与你一道，不再分开了，好吗？甚好。我知道是我好看，所以你又盯着我瞧了。
所以王大郎和三娘的孩子是被老虎叼走吃了，他们为了找孩子上山，也死在了老虎口中，于是化作了伥鬼。许是吧？他们好像无法离开戒备的范围，这是为什么？有人留下了一道剑意，化作屏障，里面的妖鬼无法出来。可惜这人油尽灯枯，也仅仅只能留下一道屏障而已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妖魔鬼怪吗？是啊，有很多。其实你早就发现了吧？是。你不生气？我明明可以提醒你，让你避开危险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想要杀我的人不是你，而且我们原本互不相识，你本不用管我，却还是救了我，我应当感激你。真没意思。你做什么？你为何能如此自在？还不怕我？啊？我打不过你啊，怕有什么用？而且你比鬼好看，就算害怕，但看着你的脸，至少可以安慰自己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好奇怪。所以你对我的兴趣更多了？我对你的兴趣更多了。那看来我的命暂时是保住了。很晚了，我好累，我想睡觉了，可以吗？之前怎么就没看出他好像有点毛病呢？莫非你是个笨蛋吗？你在烦恼什么？我的钱再这样花下去，很快就不够用了。沈青瑜，这个客栈我们住不起了。在野外露宿也是可以的。你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我们去外面走走吧，我想看看有什么赚钱的正经办法。糖葫芦、包子、馒头，做吃的我不会；珠钗手镯，做首饰我更不会；卖驱妖符的完全不会。刚出的绿豆糕，你尝尝。不是说钱不够用了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在填饱肚子这方面不能委屈自己。原来如此。听说赵府前围满了好多人，我们也去瞧瞧。走，我们也去瞧瞧。赵府公子不日娶亲，府中需要人手帮工，工钱好说，有意者来我这里报名。你站在这儿等我。好。我要报名。你行吗？那是我兄长，家里为了医治他的怪病，已经尽尽家财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出来赚钱。行吧，登记造册，你今日下午就能来上工了。搞定了。所以你干活是要与我分开吗？我和管事的求了情，说上工的时候想带着兄长一起。哦，兄长。我也说了，我兄长性情温文尔雅，仁厚谦和，最是与人为善了。我最是与人为善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老爷和夫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个要进门的儿媳妇。怎么说？少爷偏偏对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没意思。前段时间从云岭州回来的路上，救了一个被山匪追着的姑娘，父母都惨遭毒手了。那姑娘长什么样？据说长得可漂亮了。要我说，太漂亮的女人就是祸水。那个乔小娘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别误会。我刚刚一心做事呢，没有注意听王婶说了什么。还好没被发现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？我给你使过多少眼色了？那乔小娘子脾气好，既然说没听到，就是不与你计较了。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来和我们做什么工？肯定是她那怪模怪样的哥丈拖累了。
是花生糕，好吃吗？尚可。你可真是难伺候。难伺候吗？不过好看的人难伺候一些也是十分正常的。你的话有几分道理。行啦，你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可以选择不吃的。好奇怪。我们家道中落，没了父母，如今只有我与我兄长相依为命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兄长身子不好，每个月药钱都得花不少。你就当做好事，少收1成租金，成吗？好吧，就当我今日日行一善，租金给你们少1成。大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我这么辛苦，你却坐在这里吹风。你个子那么高，你去把柜子、桌椅还有窗户都擦干净。他究竟是哪里来的胆子安排我做事的？沈青雨，今天干不完活，我们就不能吃饭了。哎，这水哪儿来的？鱼又是哪里来的？绿色的虫子。碧绣妖虫。你别笑了，那是什么？一种可以追踪妖气，最是喜爱喝妖血的低级虫子。不过你这么弱的人族，或许会被咬个大洞，脱层皮，再被挖去一点血肉吧。沈青鱼，你快点把他赶走！不要，我还要忙着擦桌子呢。沈青鱼！有客来了。喂，薛鹤亭，你找到恶妖了吗？这只妖虫似乎是冲着公子去的，是吗？沈青鱼，一只虫子而已，就能把你吓得吱呀乱叫。你全家才吱呀乱叫。碧绣妖虫只对妖血有感应，又为何会追着这位姑娘不放？你是不是傻？既然虫子朝着这位姑娘飞，那就说明她很大可能是妖吧？喂，你不如和他们打一架好了。我绝不会大肆宣扬你欺负一个木盲的公子。宁采花，闭嘴！你这个伪君子，有本事解了小爷的禁制，堂堂正正打一架！我已追查一个伤人的恶妖多时，这位公子，碧绣妖虫不会出错，请你让开。我想请你身后的姑娘给一个解释。我不想让开，又如何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不是妖，我是人。至于妖虫追着我，是那个水缸。抱歉，叨扰了二位，来日我定来赔罪。喂，你等等我！沈青鱼，收拾院。对了，桌子还没有擦干净呢。算了，还好没打起来，不然这屋指不定要被拆了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可不想露宿街头当乞丐。傻乎乎的。好好一个大男人，可惜长得奇奇怪怪的，眼睛还瞧不见。乔小娘子一个人养自己都困难，可真是苦。要我说，她就该早早嫁了。王婶搬东西一定是累了吧？忙活了大半天了，谁不累呢？难怪王婶的嘴比手还利索。不过搬东西累腰，嚼舌根累德，别到最后腰没挺直，德行倒先塌了。哎，你这小姑娘！行了行了，赶紧干活去。别人说你，你怎么也不知道反驳回去？我嘴辩，不会吵架。确实不会吵架，但那王婶要再多说几句，她当场估计就把人给杀了。我比以前更好看了吗？是啊，你自己也发现了。
你最近喜欢看我的时间比以往更久了，你喜欢我这副皮相。若不是如此，你也不会盯着我看的更多了。还真是越来越自恋了。乔莹，来干活了。我去做事了，你坐在这儿等我回来，别乱走。好。公子对木姑娘可真好，3天2头就买礼物。我听说他们是一见钟情，可惜木姑娘出身不好。乔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快走吧。云舒，这位是薛鹤亭，他就是我的好友。鹤亭，这是云舒，是我在信里和你说过的，她就是我喜欢的姑娘。薛公子久仰大名，知意常和我说你文武双全，今日得见，幸会。穆姑娘客气了，知意信中把你夸得如明珠美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清雅脱俗。好了好了，恭维的话就多说了。鹤亭，我祖父祖母呢？难道我要大婚，他们都不愿意来方寸城一趟吗？我骑快马来的，师傅和师娘坐马车，应当过2天就到了。那就好。是你？是你？是你？真巧啊！鹤亭，你们认识？前天的事，那时走得急，还没有来得及向姑娘说一声抱歉。公子是为民除害，些许惊扰，何足挂齿。青霜剑向来对妖有感应，如今他躁动不安，是怎么回事？不久前姑娘沾到了妖邪，许是让青霜有了感应。这便是赵老爷子传下的宝剑。早听闻老爷子凭此剑斩除妖邪，云岭才得以常年安稳。云舒说的不错，当年祖父携手大将抵御邪魔，一剑护住整座城池。还有我祖母，我知道，祖父和祖母于战时相识，祖父负伤被祖母照料，互生情愫，这话你总提起。乔莹，你与薛公子认识啊？见过一面，也算不得认识吧。薛公子正气凛然，斩妖救人，模样又俊朗，只可惜我没机会多和他说上几句话。一个伪君子而已，也值得你们念念叨叨。你是什么人？怎得如此无礼？那天晚上，我记得与薛公子同行的人，便是这位明彩华公子。你这小娘子不错呀，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。你莫不是暗恋小爷我吧？明公子如今既与阶下囚差不多，那还是收敛脾气为好。喂，你说谁是阶下囚呢？你把话说。沈清宇，你回来了。你不会就这样在这儿坐了好几个时辰吧？你是傻子吗？下雨了也不知道进去躲雨。我答应了你，会坐在这儿等你。但是外面下雨了，你可以进去等我的呀。做人不就是答应了的事情，必须做到吗？我让你在这里等我，那如果我失信了，没有回来的话，我会杀了你。行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好奇怪，我刚刚感觉到你在怕我，但现在你却挽着我的手。其实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？那个地牢根本困不住你，为什么你不反过来杀了他们？那时
他们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，等我去了那儿，一辈子都不用愁吃的，所以我便跟着他们去了。在地牢里什么都不用做，便有人送来1日3餐，甚好。乔莹，你是怕我的，为何不赌一把？你逃走的话，我不一定找得到你。不逃，那样只会让你更兴奋而已。我们快到家了，你别这样笑了，会吓坏邻居。哦。怎么办？是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还以为是我的美人计起了作用，原来是把我当冤大头来宰呢。哼，你那么厉害，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当初你可是刷刷几下就把妖怪解决了。原来我很厉害。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呀？可我好像只会些杀人的手段。枉你还叫青羽。你好像不是在说我的好话。不是好像，就是。可是你刚刚才……刚刚是刚刚，现在我就是觉得你不厉害了。你干什么呢？雨水不会溜进来了。乔莹，你现在觉得我又厉害了吗？还是不够厉害？够了够了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折磨我就行了，别祸害其他人了。沈青羽，我想回房睡觉。你去吧。地上太滑了，你扶我过去。不要。乔莹，我饿了。你有手有脚，别什么事都来找我。我眼睛看不见呢。你又不是个废人。厨房还是有馒头，你自己去拿，我才不惯着你。好女不和男斗。3、2、1。沈青羽，我的床！这下好了，到处都是水，你要找到那只逃跑的水妖更难了。不如这样，你解开我的禁制，我帮你找，我保证不会逃走，怎么样？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宁采华，你骗了那么多钱财，必须和我回云岭州认罪伏法。死人啦！我听到这里有动静，才走过来看看，然后看到了积水里躺着一具尸体。听说未来少夫人命数坎坷，家中亲人皆凉伤，这院子近来也怪事不断。是啊，旁人都说她身世蹊跷，自带晦气，谁沾谁倒霉。难不成当真有古怪？谁若再多嚼舌根，立马离开赵府。是恶妖伤人，鹤亭怎么回事？那恶妖被我所伤，定是怀恨在心。薛鹤亭，那头恶妖在挑衅你呢。这么说，那头恶妖或许还在府里。余叔，也不知道后院发生了什么事，大家都跑了过去。既然有执青霜剑的人在，想来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能解决。成衣店里送来的新衣裳我放这儿了。我听说你有一个身患恶疾的兄长，想来过得也不怎么轻松吧？确实是不轻松，可你没有想过抛弃他。我也倒是想，我不能抛弃他，你这样很好。陆姑娘，
云舒呢？他逃了？不对，有东西想和我抢人，让他多吃点苦头也无妨。不过，该吃晚饭了。真麻烦。不知道莫云舒怎么样了。乔莹，沈清瑜，你来找我了？是啊，我来找你了。这里一定就是那只恶妖的巢穴。你猜的不错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带你出去。我的手很脏，弄脏你就不好了。我跟在你身后走便是。好。沈清瑜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拿那根盲杖？来寻你走得急，忘记拿了。沈清瑜，我有个秘密，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你了。什么秘密？我喜欢你。乔莹，我也喜欢你。那是什么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沈清瑜要么说那是什么，要么说黏糊恶心，才不会说喜欢我。原来如此，你生了恐惧，肉都变得难吃了，只能把你的尸体钉在墙上，用来做装饰。我和薛鹤汀是朋友，如果你放了我，我一定会让他不要再追杀你。哦，那正好，杀了你，他一定会更痛苦自责吧。沈清瑜，有水的地方我就能窥探，所以你叫破了喉咙也没用，他听不到。沈清瑜，救我！说了嘛，你就算是喊破了。怎么可能？果然，我还是很讨厌被人窥视。竟然能够碎裂虚空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别过来！听说你喜欢我？有吗？你一定是听错了。我还想着你若喜欢我，那我说什么也得救你才是。沈清瑜，我喜欢你，这个世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。最？不对，是只，我只喜欢你。黏黏糊糊，恶心。看吧，这人就是脑子有问题。喂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吗？你小心点儿，我很弱的，要是死了，你就没有人质了。闭嘴！我才是绑匪，不需要你教我做事。他对你的意义非同一般吧？你放过我，我就不杀他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是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现在就……让我再听听你是怎么威胁我的。你刚刚要是再偏一点，就捅到我了。抱歉，我一时忧心过头，失了分寸。忧心在哪儿？希望你们能坚持得久一些。
是杀妖，分明是切菜。我还没有尽兴，你跑什么？我修炼不易，求你放过我！若不是你，现在我已经吃上晚饭了。什么？就因为晚饭？公子想吃什么我都能做，大鱼大肉，美酒佳肴啊！不要，你做的东西还不够难吃。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，乔莹？你在躲我吗？看你杀得高兴，所以躲起来，不打扰你的兴致。你生得好看，下次可要小心。我知道了。我怎么好像在给一只毛茸茸的动物顺毛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顺着味道便找到了。它是狗吗？能带我出去吗？不行，因为这儿藏了很有意思的东西。是妖虫。公子手下留情。薛大公子好不容易得来2只，一只被捏死了。要是再死一只，他今后寻妖就是瞎子摸鱼了。抱歉，薛公子，上次是因为我怕他会咬下我的肉，沈清瑜绝对不是有意的。乔姑娘不必致歉。不过妖虫只是妖血，不会伤人。乔姑娘，你可知晓云舒下落？我们不跟上去吗？你不是最喜欢助人为乐吗？我是希望木姑娘平安无事，但是和他们比起来，我没什么用。但是我很厉害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没有理由强加在你身上。这是谁下的这么狠的手？真是太可怕了！我醒来就看见一群妖怪为了抢饭，在我眼前打了起来，我吓得以为死定了。好在沈清瑜出现救了我一命。我们是靠妖虫才追到这儿，这位沈公子又是为何能够先我们一步找到这里？是呀，为何呢？当然是因为我们心有灵犀了。不对吧？赵之义与慕云舒可是未婚夫妻，不也应该是心有灵犀？那只能说明他们情谊还不够深。原来如此，是我们多想了，抱歉。之义，我们得赶紧继续寻人。被你抱住的这只手，不久之前可是碾碎了不少尸体呢。你不是与我心有灵犀，怕什么？沈清瑜，你能别这样笑了吗？你笑得越变态，我就越是喜欢。我怕以后会对你欲罢不能。果然对付变态，就只能比他更变态。地上有东西，好像是符箓，黑色的，用了朱砂。黄色符箓用朱砂点就，是用来驱魔除妖的。那这个黑色的呢？自然是杀人的。看来里面是关了什么大人物呀。如此多的黑色符箓，这里困着的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？从迹象看，符箓出自几十年前，如今力量消失，困在里面的人再怎么修为高超，如今也不过是一具尸骨。我自小在方村城长大，从未听过几十年前有什么正邪之争。前方有情况。云舒，
看来他就是当年被困在这儿的人，不知做了什么恶事，要动用这么多黑色符味。沈清宇，前面是一具尸骨，从衣着来看是个女人。原来是个死人。这儿的石壁上有好多痕迹，就像你那日在凤凰镇界碑上看到的剑痕。你知道？虽然气息很重，但一模一样的剑意，我不会认错。还以为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可以用命相搏的对手，可惜。原来有趣的点就是厮杀。哇哦，这一定是个宝贝。宁采华，这里要塌了，快跑！很想不管他，但不好，地穴坍塌的危险会扩散至整个方寸城。你这样会死的！他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个变态！大家莫慌！你还想在我床上坐多久？在水里的时候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没想做什么。你想亲我？你别胡言乱语！世人都说我的模样是恶鬼，可你却喜欢我，好奇怪啊，乔莹。任谁见到如冰雪般纯粹无斗的人，都很难不生出欢喜之情。我不杀人放火，不作奸犯罪，何错之有？你别这样笑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乔莹，啊，继续吧。继续什么？你想对我做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。你是说你装死害我回去找你，差点被憋死，让我想对你骂脏话，结果还没来得及骂出口这回事儿？我们相依为命，哪有隔夜仇呢？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行了，我要睡了。亲我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你可以试试。为什么你的脸这么烫？因为在我有限的记忆里，这是第一次。在我所有的记忆里，你也是头一个。为何摸我？你这也烫得发红了。乔莹，你在烦恼什么？我在反思我自己。反思什么？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我还要上工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就快点。昨天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外头怕是不安生。不过无论出什么事儿，今天赵府公子的婚期还是会进行。阿元说能蹭不少喜钱，等拿到钱我们就去下馆子，省得你总说我做的饭菜不好吃。对了，薛鹤听他们不是坏人，你要是见到了他们，沈清宇，你睡傻了？你好吵。你就是奶奶说的软饭男吗？软饭男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奶奶告诉我的。为什么你的头发是白的？是年纪太大了吗？
人老珠黄吗？有鬼！奶奶，有鬼！有鬼！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小少乖，你先自己去玩，等奶奶干完活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可能是我刚去冰室取了冰吧。薛公子想邀请你和你哥哥一起去观礼，不过什么？其实大家私底下都在说你们是私奔离家的有情人。哦，你们真是那种关系？我要说不是，你们会信吗？他身体不好，你却对他不离不弃，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若说你不是对他情根深重，谁会信呢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乔莹，你长得好看，性格还好，你大可以没必要一棵树上吊死。我让你在这里等我，那如果我失信了，没有回来的话，我会杀了你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但我还是不能把他丢下。你对他还真是爱得深切啊。乔莹，为何现在不与我说话？我也在反思，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？若非如此，你又怎么会忘记了？其实我不只能杀妖，也能杀人。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不是你说我很吵吗？那时，你确实是吵得我心烦。我怎么就吵得你心烦了？叽叽喳喳的，吵得我没法静下心来。好像从昨晚你亲过我之后，我便觉得你格外的烦，所以今后不许你再亲我了。要是烦得我太厉害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。到底谁想亲你？他们请我们去参加婚宴，去不去随你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对我爱的深切，请你吃。要我喂你吗？花生是哪来的？许是地上捡的吧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你们也吃点。我们还是留着肚子等吃美味佳肴。乔姑娘，你看我们也算共过患难了，也算是朋友了吧？明公子似乎并不缺朋友。这天底下哪有人会嫌弃朋友多呢？乔姑娘，你就告诉我吧，这位公子究竟是何身份？你是何身份？凡夫俗子。你听到了，他就是个凡夫俗子。赵老爷子和老夫人来了。这位就是传说中当年拿着一柄青霜剑救下一城人的赵繁花，上了年纪还是气质不凡啊。老夫人还是这般雍容华贵。听说当年老爷子英雄救美，身受重伤，是老夫人衣不解带照顾他，才成了一段佳话。原来赵老爷子叫赵繁花，好特别的名字。吉时已到。原来成亲是这样的，真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？兄弟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写了婚书拜过堂，往后男女就要搭伙过一辈子了。晨起煮粥，夜里掌灯，有事互相帮衬，没事拌拌嘴，一辈子的日子就这么拴在一块了。我与乔英没婚书也没拜堂，可我们已经过着这样的日子了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是无媒？他是在开玩笑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没有。求求你闭上嘴巴。视世俗规矩如无物。你们牛。二拜夫妻，岁岁朝夕，恩爱相守，白首不离。男的俊，女的美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
这是怎么了？现在才有意思。昨夜方寸城生死存亡之际，多谢两位出手相助。那个沈青鱼最是乐于助人，薛公子不用放在心上。我代方寸城百姓谢谢二位。只是道谢，没有谢礼吗？救命之恩岂敢怠慢，明日定会送上谢礼。那个天色已晚，我们急着回家，薛公子不用送了，再见。你就这么放心那个叫沈青鱼的人？知意的人查过，来路空白，目前没有发现作恶迹头。而且他救了人，我说声谢也是应该的。我当初不过是借点珠宝用用，你就要绑着我，那个男人更危险，你却不管不顾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薛公子突然前来，不知何事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青霜剑带我们过来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云舒，这是怎么了？不小心打碎了茶杯，割伤了。我没有大碍，知意你不用担心。你叫云舒？是，我叫云舒。你难道姓穆？正是。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云舒真是个好名字。喂，是不是真的有妖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哪有人像你这么直接要谢礼的？他既然觉得那些人的命很贵重，索要谢礼天经地义，难不成要做亏本买卖？那还有更委婉的说法吗？如何委婉？举手之劳本不足挂齿，但阁下若有盛情，我亦不推辞，这才显文雅嘛。虚伪。唉，明天开始不用去赵家干活了，该找个什么活干好呢？乔莹，我救了人，他们会给谢礼，这便算不着是吃软饭吧？有人说我这般模样，只能依附着旁人过活就是吃软饭，但现在我也能赚钱了，那我也算是有用处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再仔细看看，我的脸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吗？还挺好看的。真送来了，这下有钱了。沈青鱼，你把钱交给我保管，你要花钱时再从我这里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想贪你的钱，只是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我也想回报你。好吧。沈公子的本事非是常人能及，城中尚有妖魔作祟，我欲请沈公子帮忙一起搜查。若沈公子愿意出手，我一定会再送上谢礼。举手之劳本不足挂齿，但阁下若有盛情，我亦不推辞。这句话有点耳熟。如此甚好。薛公子怎么知道城里还有妖魔？水妖死后，青霜剑还是频频躁动，他就觉得城里肯定还有妖。那薛公子有怀疑的人了？没有证据，不敢妄下定论。去凤凰镇一趟，若是你足够细心，自然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那个镇子不是有妖吗？所以就看他有没有胆量了。多谢提点。那里全是妖怪，我差点死在那里。说不定我见到的人都是妖魔鬼怪。我们之前就是从凤凰镇逃出来的，你为什么要薛公子去？不是逃，是我带着你杀了出来。不过你也比我想象的聪明一点，还能发现镇子里并不存在活人。所以那里真的都是妖怪和鬼。厉鬼也好，恶妖也罢，都被剑气困住，
他们逃脱不得，便无法出来伤人。你说过，水妖巢穴里的剑气与凤凰镇界碑上残留的一模一样，两者有关联，是不是？还算不是太笨。沈清瑜，你别睡啊！告诉我留下剑气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会不会与那尸骨有关？这人究竟是好是坏？背后肯定有什么大秘密吧？沈清瑜，乔莹，你真的好吵，我会想拔掉你的舌头呢。要是你愿意吃到更难吃的饭菜，那就拔呗。沈清瑜，你就和我说说吧。你真想知道？想知道。好吧。沈清瑜，等你先学会什么叫安静。你快把我放下去！你仗着武艺高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这般吵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引来要吃人的毒蛇呢？祖母，这是什么？刚买的马蹄糕，云舒喜欢吃，我便多买了些回来。祖母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听说云舒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那他还有别的亲人吗？没有了。那你可见过他的母亲？不，你可见过他的祖母？是否和他长得相似？云舒父母皆已离世，我不曾见过，更别说他的祖母了。志毅，天底下的好女孩那么多，你怎么就喜欢上了她呢？祖母，你这话问的可真有意思，就像祖父喜欢你一样，我喜欢云舒，又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呢？夫君，孙媳妇已站稳，便松手吧。孙媳性情腼腆，你摆出这副样子吓人做甚？我平日里不就是这样吗？以前也没见你说我哪里不好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我们赶紧溜。你祖父和我说了不少他年轻时抓妖的故事呢。听说有些妖怪惯会用美人皮来蛊惑人心，你当初在山路上遇见我，就不怕我是披了美人皮的妖怪吗？如果你真是妖怪，那我被你吃了也甘之如饴。说不定哪天我真会把你吃了呢。死人了！阿元，好巧啊，乔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赚了钱，所以犒劳一下自己。我也是最近发了月钱，我先回去了。乔英再见。再见。真会有生活拮据的人，舍得花这么大一笔钱点2个菜吗？是啊，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当然是有的。这个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，自然不心疼。瞧你，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做什么？来，尝尝这个。以后吃鱼我都帮你挑刺呀。你这般乖顺，倒是让我放弃了折断你四肢的冲动了。我谢谢你啊。快看，那对夫妻感情可真好啊。我自问，要是我夫君是个瞎子，我可不有这耐性，还给他挑鱼刺。那个女的一定是爱惨了那个男的吧？沈清宇，赵家老夫人来了。哦，听知意说，
前几天阻止方寸城坍塌的就是你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吧。我们来做一桩交易。喂，我们老夫人在和你说话，你是眼盲耳聋，还是个哑巴不成？闭眼。方才吵吵嚷嚷的人，此刻反倒说不出话了。不是叫你闭眼吗？非要偷看，夜里又该做噩梦了。你的实力确实非同一般，这桩交易除了你，我想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。我需要你们帮我除妖，不，也有可能是厉鬼。只要你们能做到，我会给一笔钱。恕我直言，老夫人的夫君可是一人守一城不在话下，况且老爷子还有薛鹤亭这般弟子，老夫人为何要舍近求远，来找外人做交易？夫君年事已高，我不希望他动手。鹤亭说是去查妖的线索，现下不在城中。至于其他捉妖师，本事都不算大。这个交易我们不做，为何？对了，为何呢？他不找自家人，还拿出这么多钱请外人，可见那个妖魔很棘手。你觉得我很弱？要不我再杀几个给你看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当然很强了，但是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？你怕我会受伤？自然怕。乔颖，你真的好奇怪啊！你们要是嫌钱少，我还可以再翻倍。你的耳朵也是当摆设的吗？他不想我受伤，如果脑子是生存的标配，我实在分不清你是丢了还是压根没长。你的呼吸已经让周围的空气也窝着了起来。你够了，你别把人给气倒了。为何要气？我还夸了他会呼吸，至少没把他当成连气息都无的朽木。数字狂妄！沈清宇，你最是谦和有米，忍住，你千万要忍住。我最是谦和有礼。事关赵家安危，我难免失态，你们应当也有至亲之人，还望能理解老身。这变态又犯什么毛病？我们说过了，你这桩交易我们不接。二位不妨听一个故事。几十年前，有位天赋卓绝的平凡捉妖师，他年少义气，立志斩妖除魔，扬名天下。他斩妖救人，功绩斐然。当年方寸城妖魔横行，百姓受难，仅凭宋家之力，根本难以抵挡。后来妖魔倾巢而出，宋家大小姐身陷死局，是这位少年挺身而出救了她，自己却身受重创。宋小姐不顾流言，贴身照料，二人互生情谊，情投意合。后续世人皆知，少年持一柄青霜剑，屠尽城中妖魔，护住了满城百姓。可意外突生，前日方寸城再起事端，昨日赵府又出了人命，府中藏有妖孽，若不及时铲除，必会滋生更多祸端。听老夫人的意思，你知道这只妖孽的来历？我张军当年斩妖无数，早已是妖魔的眼中钉。多年来，不少妖物前来寻仇，皆败于他剑下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们忌惮我张军，便选择对身边人下手。知意的新婚妻子便是那妖，府中上下皆被他迷惑，无人愿信他是妖。求求你们，救救知意，帮帮赵家。只要你们能出手相助，不论是什么谢礼，只要是我能拿出手的，我必定不会吝啬。终于，我们快回家吧。你们不肯帮我，抱歉啊，老夫人，我想起了家里还有急事，必须得赶紧回去了。什么急事能大过人命？晾在外面的衣服还没有收。对，
战！你干嘛？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又盯着看了多久。乔莹，我想不明白，我不喜欢你的皮相，为何想一直挨着你不放？从回来后你就一言不发，是想着这个问题到现在？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放过自己不好吗？但我控制不住去想。乔莹，你杀了我，好不好？不然，就只能换我杀了你了。只要你不在了，或者我不在了，想不出答案的问题便不会再折磨我了。可惜的是，你杀不了我呀，所以就只能让你死在我手上了。等等等等，其实你想不通的问题，我能想出答案。哦，你对我感兴趣，对我有好奇心，还要日日夜夜与我形影不离，对我还十分亲近，那只有一个原因。沈清瑜，你喜欢我？我喜欢你。对啊，否则你怎么不想去同别的姑娘这么做，只同我？谁说我只想同你？三更天，鬼，快发鬼啊！哪儿有姑娘？起红楼，那里有很多姑娘。沈清宇，你又想做什么2个时辰前，我去了启红楼，那儿的姑娘很多。然后呢？可是有人说我是穷酸鬼，不配来，所以我打折了她的腿。那些姑娘们好热情呀，哭着求我，但她们哭得惹我心烦，脂粉味也只让我觉得恶心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好奇怪啊，你也会吱哇乱叫，但是只会惹我发笑。你也会擦胭脂水粉，磨磨蹭蹭的像山里的猴子挠狮子似的，也令我觉得好笑。于是我想，你说的话或许有几分道理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你。哦，所以，乔莹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所以，乔莹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行，你挑个黄道吉日成亲吧。什么是黄道吉日？就是好日子。杀人的凶手还没找到，小五死的那么恐怖，肯定有蹊跷。按我说，少夫人就是有问题。对啊，自从少夫人出现后，城里就不安宁了。我只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别告诉其他人。昨天半夜我起来如厕，在假山后见到了一个人影，看起来实在像少夫人。她蹲在角落里，我还不知道她在做什么。等我走近一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别卖关子，快说啊！我看到那道人影在撕咬一只活鸡。我本来以为看错了，但问了厨房，今天确实是少了一只鸡，如毛饮血。这怕不是什么妖鬼，而是山中的精怪跑了出来。快点让我领完工钱吧。沈清瑜，赵府里真的有妖怪吗？这里没有妖气。你都多大人了，还欺负一个小孩子？我没有剥他的皮，亦没有抽他的筋，算什么欺负？下次不能抢小孩子的东西了。王婶儿，你别说了，万一被主家知道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对了，这些天怎么不见你把小勺带在身边了？那孩子染了风寒，我让他好好休息。
现在肯定是又不知道跑哪里玩去了吧？哼！那边好像是少爷与少夫人的院子，那里是怎么了？肯定是大事，快，我们跟去凑凑热闹。我们要去凑热闹吗？我有些好奇。那便去吧。这个月15。什么？月圆之夜，百鬼出渊，山精窃羽，魑魅魍魉案前四野，是个好日子呢。好个头！这些东西是在少夫人房里发现的。慕云舒，这些人骨你作何解释？祖母眼力真好，一眼就瞧出来这是人骨。小矮子，那些真是人骨吗？你是不是忘了我目不能陷？明明比谁都洞悉一切，怎么可能是瞎子？乔莹，再摸摸吧。没什么意思，不想摸了。我宋家乃百年捉妖世家，我夫君是赵繁花，妖邪纵有千般伎俩，也敌不过我们的心头正气。我想做傻事，你不帮我也没关系。那便不帮吧。快看，再不做傻事，那个人就完蛋了。且慢！师娘，穆姑娘是不是妖？可以等师傅和知意回来后再做定夺。贺婷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难道也要像外人那样认为我是故意冤枉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师傅一直教导我，斩妖除魔是责任所在，但也不可滥杀无辜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，还没休息一下就来英雄救美，也不怕引火烧身。你们去凤凰镇查到了什么？我们在一个老工匠房里发现了一本铸造图谱，工匠房主人把自己生平铸造过的兵刃都记录在上面。你们一定想不到这个匠人打造过什么名剑。什么？青霜剑。这么巧？不仅如此，图谱上记录青霜剑是对剑，还有一把名为白雪。看样子，曾经那位青霜钻戒剑主，一不小心就把另一把剑弄丢了呢。知意也好，你也好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被这个妖孽迷惑？明明我才是对你们最好的人。师娘，请您冷静。让开，薛鹤亭，别逼我对你动手。对啊，你还是让开吧，否则薛少侠不会与长辈动手，要死的人就是你了。师娘，我不能让您一错再错。完了完了，薛鹤亭不会真打算送死吧？按理说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要是薛公子出了事，你就不用被他困在身边了。对啊，薛大侠，我支持你，千万要保护好柔弱的女孩子啊！孟珍珠，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云舒，你没事吧？完了，打不起来了。家庭大戏要来了。乔莹，你听过活尸吗？什么？活着的尸体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还如生前一样行动。活尸失去意识的时候，可是会吃人的。你是说赵府里有活尸？谁知道呢？乔莹，你好奇怪啊。我好像越来越中意你这身皮毛了，想要剥下来收藏，供我日日夜夜摸。哦，你怎么不颤抖，不恐惧，不大喊大叫骂我？我要这么做，你岂不是会很愉悦？许是会吧。那我还做不就是有病吗？别紧张，他有时候就是会犯病。够了！若云舒真是妖，青霜剑早会把他斩于剑下。我没有疯，你们都被他蒙蔽了。祖母，云舒不是妖。他故意接近知意，混进赵家，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无凭无据，休要胡言。那些白骨就是证据。祖母说是，那便是吧。带你妻子回房休息。赵繁花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贺婷，你也先下去吧。是师傅。喂，薛鹤亭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
看来穆姑娘以后在府里的日子要好起来了。多谢姑娘之前帮我说话。多谢姑娘。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，这不是谢礼，只是想与姑娘交个朋友。恭喜你啊，乔莹，你有朋友了。能和穆姑娘交朋友是我之幸。他们看起来真般配，赵之意坚定站在他这一边，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。你觉得赵之意很好？长得好看，又会保护妻子，很好呀。可是他的祖母不喜欢，他若是真的好，就该杀了他的祖母。沈清瑜，杀人这件事不好。如何不好？人不都是要死的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有一天我也会死，但是我还是想在死之前好好活着。乔莹，你说的对，人都是会死的，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死。我知晓你怕疼，所以待你死后，我再吃了你的尸骨，与你微微一体，好吗？你想和我说什么？是想骂我疯子，还是骂我怪物？又或者是想等我晚上睡着，偷偷拿一把刀子刺进我的心脏？乔莹，晚上我给你留门，你来杀我。沈清瑜，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最后都会消失在茅房里。你吃的这个，最终也会消失在茅房里。师傅，何婷，唤我是有事吗？这是我在凤凰镇一家工匠府寻到的图谱，上面记载，师傅的青霜剑就出自这个镇子。凤凰镇，这个名字有些熟悉。青霜剑本该与白雪剑是对剑，师傅，您可知道白雪剑的下落？青霜、白雪，为何我全无印象？还好这条路平日里没什么人经过。这好像是十味酒楼里的菜色。你也觉得15是个好日子，对吗？你认真的？我看起来是不认真的人吗？你知道成亲有哪些规矩吗？男人女人拜天地，便成亲了。不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没有提到，要见双方的长辈。若是没有长辈的支持和祝福，这个婚是成不了的。唉，但是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在世上并没有其他亲人了。虽然我很想和你成亲，但看样子没办法了。好呀，我带你去见我的长辈。什么？等回了云岭州，我便带你去见他们，你一定会很期待吧？我可真是太期待了。乔莹，你……我知道我很奇怪，你不用每次重复这句话，不然我会觉得你每次说这话就等于在说你好喜欢我。沈清瑜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站在外面做什么呢？乔莹，外面好热闹啊！
沈清宇，他们都要把你吃了，你还傻站着不动？你就算是疯了，但最起码也会知道疼吧？他们喜欢我，才会让我疼。他们想要吃掉我，目光在我身上交汇，赐予我疼痛，是因为他们喜欢我呀。他们只是真正喜欢我，才会想和我交朋友。乔莹，我受伤了，你真的不想杀了我吗？我去找金疮药，你乖乖坐在这里，不要动。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就真的不管你了。沈清宇，我有时候真觉得你是傻子。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的，赚钱养你就算了，还得管你衣食住行，现在连上药也是我管了。你都这么大一个人了，就不能懂点事儿吗？这是什么？蝴蝶结。没被包扎过伤口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没有。乔莹，这只手不包扎吗？你这只手又没有受伤。哦。看，我受伤了，需要包扎，我还要蝴蝶结。你疯了！沈清宇，你能别这么作践自己的身体了吗？作践？真正在意你的人是绝对不舍得你疼的。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鬼东西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他们绝对不是在和你交朋友。是吗？你笑起来的时候那么好看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的。你也喜欢我的笑吗？挺喜欢的。乔莹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确实是喜欢我，不对吗？别用我教你的法子来对付我。乔莹，不要怕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怕。好奇怪，外面动静这么大，但是街坊邻居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是妖虫！哼，你胆子好小。乔莹，我教你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看吧，薛鹤亭，他就是有问题。你们误会了，刚刚有很多吃人的黑色雾气出现，是沈清宇把他们杀了，他自己也受了伤。对，我差点就死掉了。今夜不知为何，不少百姓丢了三魂七魄，成了行尸走肉，吸引了大量孤魂野鬼，源头暂且还不知。喂，我能感觉出你不是坏人，不要被他迷惑了。要是被他威胁了，你就向薛鹤亭眨眨眼。是啊，乔莹，要不要向他眨眨眼？这段时间我与他形影不离，他有没有出去害人我一清二楚。城里发生的变故绝对与他无关。你要脸蛋有脸蛋，要智慧有脸蛋，你要找什么样的情郎找不到？难不成你还真想嫁给他啊？对啊，乔莹要嫁给我，我们很快就会成亲了。那我就先恭喜二位了，想必沈公子已经把聘礼都准备好了吧？若是聘礼给的轻了，外人恐怕会说男方不重视女方，但我觉得沈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赵家和我都不会吝啬谢礼。乔莹，我去帮他们，好不好？你想要谢礼就直说，别故意问我。谢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心地善良，想乐于助人。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虚伪这套了？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勾走了大家的魂魄吗？许是这场雨吧。那为什么我是普通人却什么事也没有？也许还是因为这场雨吧。
薛公子，薛公子，终于找到你了！老夫人失踪了，师娘失踪了。现在老爷子和少爷都在找人，莫不是我们府中真的藏了只妖吧？不可胡言，师娘一定会没事。我去搜寻师娘下落。沈公子，这里的事情暂且拜托你，看看能否查出一二有用的线索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赶快办正事儿，早点回家睡觉。沈清宇，好像有鬼，还是个小鬼。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知道大家去哪儿了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奶奶！礼我就收下了。还有，你说你知道大家去哪儿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跟我来。下手！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不如我们也跳进去吧。沈清宇！傻了吗？下次要这样，能提前和我说一声吗？不能。沈清宇，我们好像来过这里。不算太笨。前面是什么人？是沈公子和乔姑娘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。是薛公子找我们帮忙调查百姓无辜失魂一事。原来如此，护卫百姓本该是我们的职责，如今把你们也牵连其中，倒是显得我这老家伙无能了。乔莹，走了。快到了。沈清宇，这里水妖的巢穴。当初那个地道不是被水冲垮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？有人把它恢复了原状。这恐怕要花不少精力吧？对于他人而言，许是要花费这么多精力。那对于你这样的人而言呢？你也需要这么多精力？吹口气。看到灰尘了吗？没有。如我这般，便只要花费这么多精力而已。真装！你故意激我，让我成了别人眼里冤枉孙媳妇的疯婆子。你要杀便杀，如今你又把我绑到这个鬼地方来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慕云舒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？你终于来了，赵繁花。夫君救我！今天的这场戏，我可没有邀请旁人。你踩中慕云舒设下的陷阱了。他好像不打算杀我。慕云舒是妖吗？不是妖也不是鬼，连赵老爷子与薛鹤亭都无法察觉，他到底是什么存在？之前我就很好奇了，这些发光的纹路是什么？是稳住洞穴不崩塌的灵力。莫非这个洞穴其实早该在很多年前就崩塌了？慕云舒会不会是那具尸骨所化，回来报仇的？沈清宇，你怎么就一动不动？我答应了你，不能乱动。你不高兴吗？既然我让你不动，你就不动，为何又要替我挡住落石？你那么怕疼，受伤的话又会吱哇乱叫吧？是我动了呢。原来我没有做到答应你的事情。那你以后还会给我绑蝴蝶结吗？沈清宇，我要是亲你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我先亲了再说。为何不继续？还是命重要。乔莹，你为何要亲我？你少多打一耙，
你为何要引诱我亲你？你再无理取闹，信不信我今天就和你分手？等下，分手是啥意思？既然想不明白，那今天就先不分手。好吧。前面有动静。薛公子，宁公子，我们是跟着王婶的孙子而来的，那你们是？我们忽然瞧见赵之意，跟着他来这儿的，但是一瞬间又不见人影了。青霜剑感觉到了大妖？不是，是一种纯粹的剑意。那我们怎么离开这里？看起来根本没有出口。沈清瑜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无路，那便创造一条好了。如今他的性命与这运魂珠紧密相连，你选择救他呢，还是百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不过想看一场戏罢了。要杀要剐随你，赵繁华，我帮你做选择，杀了我！那你就去死吧！住手！不舍得？能和你做40年夫妻，我已知足了。我也清楚，我一人性命比不上。你怎知在我心里你就比不上其他人？我并非草木，又怎能无情？单是前殿情深，令人艳羡的一幕。可是那个追随青梅竹马的婚约者离开凤凰镇的姑娘，又算什么呢？赵繁华，我对你而言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年少时有一位剑客收留了吴家的我，云舒就是他的女儿。我们青梅竹马，亲密无间，生出了纯粹的感情，因此定下了婚约。但我想去见广袤的天地，想做天下1等1的剑客。1年后，我定回来娶你，继承师父的重任。于是我立下1年之约，1年后我一定回到镇里娶我心爱的姑娘。可就在1年之后，妖魔莫名肆虐。返乡途中，我救下一名姑娘，也因此身负重伤。求你帮我一件事，去凤凰镇告诉一个叫慕云舒的姑娘，若有来生，我定不会再负白首之约。我原以为会死，结果被他所救，但失去了记忆。你为什么要出现，打破美好的一切？40年前你就应该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40年前就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40年前他诱骗我你有危险，我匆匆赶去，等着我的却是宋家的捉妖师，他们把我困在了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可你呢？娇妻在怀，儿孙绕膝，是鼎鼎有名的英雄。我不知道。凤凰镇的百姓和我的父亲也被妖魔杀死了。若当时镇里不只有白雪剑，那大家是不是都能好好活着了？你说我能不恨吗？是我的错，你杀了我吧，云舒。那多没意思，其他人都陪着你去死好了。看来我们赶上了一出好戏。师父，我来帮你了。之意，你在干什么？慕云舒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爱我，灵魂都愿意给我，还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之意是无辜的，你有仇有怨，都冲我来！40年前我就想杀了你们所有人，现在用你们在乎之人的灵魂祭奠当时死去的人，刚刚好。等等，40年前的慕云舒真的想杀了所有人吗？石壁上流转的蓝色纹路是从尸骨身上传递出来的，当有人误碰尸骨了后，这股力量就消失了，洞穴瞬间被冲垮。那时方寸城同样也受到了影响，而现在你以同样的力量撑起这个洞穴。40年前的慕云舒，本来只要使得城镇坍塌就能逃离，可他却牺牲自己的力量支撑洞穴，支撑这座城镇。继续。你现在做的事情，无疑是让他前功尽弃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慕云舒。她是白雪。
他为了保护这种东西，竟然丢掉了性命，真是可笑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早该死了，我早该死了！师傅，住手！现在这局面，你还想凑上去找死吗？我不能看着师傅有危险。你以为清霜为什么拦下你自尽？因为他知道，只有你杀了宋珍珠，其他人才能活。是啊，我们才是该受到惩罚的。是我害死了我年少最爱的人，都是我的错。慕云舒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到头来，他的妻子还是我，陪伴他数十载的是我不怕死。你还是没有一丝悔恨。我为何要悔恨？只有懦弱的人才会。赵繁华，你的枕边人是我。我没有输。他这张嘴还真是能说。这种人撕烂他的嘴就老实了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这光芒感觉暗淡了。你悔吗？我不悔。你就说一句话，只要一句后悔也好啊，证明我当年娶的枕边人并非无药可救。赵繁华，你想杀我又如何？是我害死了慕云舒，但是这40年你喜欢的是我。乱成一锅粥了，还是躲远点儿。够了，够了！来杀了我，然后你再自尽而亡，到头来我们连死都一起。你永远别想摆脱我！是阿远。是阿远。对于老夫人您来说，我们这种小人物如草芥，如野草，能随意践踏。可我们在府中尽心尽力，你为何要害我兄长？忘记了没事，等你死了一定会记起来的。我不能死在奴婢手里。宋珍珠，到头来你还是在意我的。阿远，你怎么了？他是被冻死的。兄长曾和我说过，他听见了老夫人和管家的谈话，很不对劲。我想说我们走吧，但他想拿到钱，为了带我过好日子。可是他第2天就死了。有人说是穆姑娘是妖，是她害死的，可是我不信，因为她救过我。他死了后，尸骨还要被挖出来，成为有心之人嫁祸他人的工具。乔莹，我真的好恨啊！我想杀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只要是刀子捅进去也会死。他要化作厉鬼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安心走吧，去寻你兄长，他还在等你。兄长，我好想回家，救我！我还不想死。珍珠，珍珠，不，云舒，云舒，云舒，你不能死，你还不能死！对不起，云舒，我回来晚了，你别丢下我。我不是他，我不是他。你们该离开了。沈青云，我又没走丢，你急什么？
我还以为那剑灵要把我们都杀死了，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出来了？我猜他撑不了多久了。薛和你好兄弟还在里面。云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，白雪。人世间很好，值得你去走一走，你会爱上它的。对不起，我差点毁了你所保护的东西。下次不要再被骗了。赵之一，你居然出来了！哎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哭了？赵繁花和宋珍珠居然也被送出来了。云舒，云舒，我感觉到了很有意思的东西。阿去！你和他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他，我的血可以保住他怀中人一丝魂魄，若是他能寻到其他办法，那要复活他也不是没可能。真有死而复生的办法？人类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今夜前他是英雄人物，但之后呢？白雪呢？会死吗？他只是一把剑。白雪不只是一把剑。你之前分明说过不会轻易弄伤自己，你食言了。不会有下次了。听说了吗？一夜之间，赵家的人全死光了。你说的是有赵老爷子的那个吗？是啊，听说他遣散了所有人，只留下宋家的老仆，然后府里的人全被他……唉，只有小少爷留了一条命，但双腿俱废。然后赵老爷子带着老夫人的尸体不见了，大家都说他发疯了。姐姐，买一支木槿花吧。你很高兴？睁眼醒来，今天的我有吃有穿，还活得好好的，当然高兴。你倒是和那些凡夫俗子一样愚笨。我本来就是凡夫俗子，是你总说我奇怪。沈清宇，你这样更好看了呢。有多好看？画本里写的最漂亮的狐狸精都没有你这么好看。我今晚想吃鱼。我讨厌做鱼，会弄腥我的手。好吧，好吧，但是你来处理，我只负责煮熟。好。大哥哥、大姐姐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奶奶。谢礼我们就收下了。小叔这孩子又跑哪儿去玩了？都要吃饭了。我回去吃饭了，大姐姐再见。再见。真是疯了，他孙子半个月前因为风寒死了，现在还天天叫孩子回去吃饭。别说了，他也是可怜人，家里人都不在了，为了多赚点钱给孩子治病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。你没事就包着吃。你装上小鬼了，你不怕？那是一个小孩儿。再说了，我都被狐狸精牵上手了，撞鬼算得了什么？乔莹，我给你亲。你别乱说，我可没有。
那个，你白天说的话还算话吗？什么话？就是你说的想被我亲的那句。乔莹，是你想亲我。乔莹，你的脸好烫。那你耳朵还红得厉害呢。乔莹，我生病了，你也生病了。乔莹，我今天先不做人了。你咬我吧，我的血能让你好起来。你好像犬牙没长齐的小狗。你胡说八道！就是你把我关在你的房间里，我这么柔弱可欺，哪能对你使什么手段？你今日只看着我，除了我，你谁都瞧不见了。你还没告诉我为何你亲了我之后，我们都生病了。你说的对，但是这个病非同一般，光靠你的血治不好。为什么？以前那些人哪怕缺胳膊少腿，只要吃下我的一块血肉，就能活蹦乱跳。哎呀，你哪来的这么多为什么？当然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乔莹，跟那些人不一样。你的病治不好，会死吗？不会。你有治病的法子。乔莹，就这样，我的病就好了。可是我的病好像更严重了。不过我那么强大，可不像他那样脆弱死掉。这家伙吃饭了吗？别又发疯了。沈清宇，沈清宇，他这么有活力，全靠我为他治好了病，如今怕是更喜欢我呢。你给我下来！乔莹，你好懒，睡这么久，不饿吗？我差点要被吓死了！你一大早上哪来的牛劲儿？那只野鸡……你又生病了。感觉好些了吗？酸的，我没少你穿，没少你吃吧？今后酸掉牙的东西不准吃，吃多了的话会影响治病效果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花。好吧，我给你去买。快看，那人好像是乔家的大小姐。上个据点的人都被杀了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听说她不见之后，上面的人大发雷霆，把她抓回去，我们就可以邀功。人呢？沈清宇，沈清宇，沈清宇，我找了你好久。刚刚看到2只耗子，很吵。所以呢？杀了。你用手抓了耗子？爬虫而已，用不着我出手。好了，你也玩够了，我们该回去吃饭了。乔莹，15快到了。哦，我们要快些去云岭州了。哎，你听说过没？有座废弃寺庙闹鬼呢，只要走了进去，最后都走不出来了。怎么个闹鬼法？传闻那庙里有个十分漂亮的女鬼，可谓倾国倾城，经常会用皮相迷惑路过书生，等书生放下戒备走进来的那一刻，就会被吸食神魄，变成行尸走肉。那寺庙叫什么？就叫广安寺。
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待的寺庙吗？正是。不过传闻女鬼只会在风雨夜出现，今夜明月高悬，定不会有事。远之，真的有鬼！玲玲，瞧你被吓哭的样子，哪来的鬼？只是我编的。抱歉，抱歉，我们不是有意吓到你们的，我们只是进来避避雨的。叨扰了，他们有影子，应该不是鬼，放心吧，别怕。在下远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玲玲，不知二位如何称呼？我姓乔，他姓沈。你们这大晚上走一起是什么关系啊？无眉狗。我们去云岭州，等见过长辈后，应该就要成亲了。我们要去云岭州寻亲，先来避避雨，打扰诸位了。我叫玲玲，这位是我未婚夫远之，那两位是乔姑娘和沈公子，二位如何称呼？我姓李，表妹姓丁。本以为去云岭州的这条小路上见不到什么人，没想到啊！你这老头子见着人就絮叨，这雨下的大，能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好，哪来这么多话？这也太巧了吧！他们也都去房间了。怎么了？这儿有妖怪吗？有鬼吗？或者是有剑灵吗？都没有。但说不定有活尸呢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你晚上许是会害怕，所以我还是陪着你吧。乔云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我们都这么熟了，还道什么谢？以后你就叫我莹莹吧。莹莹，不睡觉吗？这儿的被子不知多久没洗过了，我不想盖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好舒服啊！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。你好奇怪啊，莹莹。莹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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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吵死了！我昨晚梦游了吗？为什么我一觉醒来手里多了一撮白毛？我看不见呢。那有房子，我们快去避雨。我们是不是来过这儿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来过这儿呢？这儿很奇怪，你聪明一些，千万不要和我走丢了。莹莹，你好呆。乔姑娘和沈公子去云岭州成亲，可有定好婚期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去云岭州成亲的？姑
姑娘还未梳妇人发髻，所以我猜你们没成亲，但你们举止亲密，定然是情人。之所以要跋山涉水去云岭州，我又猜你们许是见长辈。姑娘别误会，只因玲玲与我婚期未定，所以她对你们的婚期很是好奇。15是个好日子。15确实是好日子，我们就是15成亲的。看来我们与公子和姑娘真是有缘。我们也在15成亲了。红薯熟了，可以吃了。这是我们自家种的，味道很不错。尝尝。这么烫的东西，你不怕吗？他们也被烫到了手，为何你不在意他们呢？自然是我与你亲近。我明白了，就像是小房子里如我般的人还有许多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挑中我，迫不及待与我交朋友。所以莹莹也一样，在很多人中只会相中我。你是笨蛋吗？我怕并非想和你交朋友，只是我格外偏爱你而已。老头子，你没被火点子伤到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沈清宇，我们去休息。他们也都去房间了。好奇怪，我感觉他们似乎在学我们的行为举止。不会真撞鬼了吧？沈清宇，你怎么了？不抱吗？为什么要抱？哦，很不对劲。你想啊，我们碰巧遇到这么多人，又碰巧目的地都是云岭州，又碰巧他们居然都觉得15是好日子。你确定这里没有妖吗？神，你干嘛？莹莹，你身上有我的味道。哦，你又生病了。不，我没。这里太古怪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莹莹，疼。莹莹，来偏爱我呀！是伏魔剑，是燕剑池，妖孽，受死！不要杀我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将要成亲的人。这人很强。你不是广恩寺为非作恶的妖怪。我是人，我们是因为避雨才走进来的。这个人能够拦下我的剑，恐怕也没有什么女鬼能诱惑得了他。这些泥人还没消失，罪魁祸首还在。
他印堂发黑，精气不足，是在这里待久了。你实力非同寻常，不应该毫无察觉。什么？我才做了不到1个时辰吗？很久吗？进入这座山头的人会迷失方向，失去时间的概念。你实际可能在这儿徘徊很久了。不过，你应当是个普通人。我在山下观察3日，没有见到有人进出，可见你们是3日前就进来了。但你没有损失阳气被勾去3魂6魄，这倒是怪事。我说我怎么这么累？其实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那为什么我像那位道长所说的什么事也没有？因为你每晚都缠着我，要我给你治病呀。你不要颠倒黑白，我才不会主动，是你主动。你没有防止阳气受损的办法，不知可否告诉我？若能大力推广，今后恶鬼也就不能轻易伤人了。要不要告诉这位道长呢？我们没有办法，是因为我只是俗人一个，妖魔鬼怪看不上我罢了。这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邪祟，姑娘是寻常人，还是尽早离开为好。你有没有听到哭声？有吗？莹莹，表兄，我不想游湖，我怕水。你可是我的未婚妻，胆子这么小怎么行？我就要去，你不想去的话就别跟着我好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哥哥，表兄！哥哥，表兄，你们快来找我，我好想回家。我可真厉害，小鸟带回来的种子，我都可以种出这么大的菜园。要下雨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回家，不要有人来庙里避雨，我害怕。为什么没有人来带我回家呢？哥哥，表兄，你们不记得我了吗？我现在长大了，为什么表兄不来娶我呢？我的婚期该到了呀。我看见你了。妖孽，该诛！道长，剑下留人，不对，剑下留鬼。你拦着我斩妖除魔，你们是一伙的？我之前与他并不相识，只是道长斩妖肯定斩的是奸恶之徒，但他被困在这数年，并没有做坏事。妖邪就是妖邪，哪有什么无辜之辈？让开，否则我便把你当成是他的同伙。他就算是异类，也绝不是你口中的妖邪。你凭何如此肯定？就凭他可以种出那么漂亮的一块菜地。他不是恶鬼，不要杀他！是啊，是啊，他待在庙里10年，从来都没有做过坏事。山下分明有人说这儿有女鬼勾魂，我也确实是见到了被勾去心神的书生。那书生雨夜里误入寺庙，是他好心送吃的给他，结果书生一见钟情，非要娶她，我们才把书生赶了出去。他爱而不得，所以失魂落魄，与他可没有关系。这位姑娘被困在山中多日，难道不是他的手笔？你们还想说他不想害人吗？他不想害人，他太好奇了，他忍不住窥视，忍不住学习，是因为他想交朋友。我相信他不想害人。你根本不了解妖邪。我是不了解，但是我了解沈清雨。如果这位姑娘真的图谋不轨，我猜这一定会被他夷为平地。所以我在这寺庙里循环的事情，归根究底是他有意放任自流而为之。沈清雨，等会儿再找你算账。风过窗前，生死有定数，
他既然已经身亡，就该投胎转世。我看到了他这10年来的日日夜夜。10年前他是个小孩，10年后她也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女孩子，还总悄悄救助动物，接济躲雨路人，从未害过人，反倒积了不少善举。这般姑娘，道长认真要斩除吗？她10年前出现在这儿，还是一个孩童。是。道长，你不打算动手了？暂时别动。你姓丁，叫玲玲，是吗？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还知道你有个表哥叫李远之，并且他和你有婚约，对吗？你是神仙吗？不错，外面的人都叫我仙女。仙女，仙女姐姐，我想回家。你这么厉害，可以帮我回家吗？这个，道长，你这么厉害，有没有办法帮他回家？他的神魂与这座鬼寺相连，他要是想离开这里，就必须切断他与这方地界的联系。第一次见到道长，我便觉得你气度不凡，还以为是哪里的天师下凡来惩恶扬善了。道长剑法高超，术法也高超，想来要帮丁姑娘挣脱离狱，肯定也是有办法的吧？方法自然是有。道长不愧是道长，有您这样高风亮节的人在，人间何愁不会太平？过奖。道长，应该怎么做才能帮丁姑娘？法阵消失了，丁玲玲，你自由啦！你可以回家了。不要怕，你自己试试走出去。